这个系列的节目呢，我将带大家回顾 AI 领域最重要的硬件厂商英伟达，看看它崛起的过程。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1963年出生在台南市水仙宫，他的父亲黄兴泰1960年从台北考入到成功大学化学系，念大一的时候找兼职补贴生活，给台南的名门望族罗家当家庭教师。罗家在台南是家大业大，世代做皮革生意。不知道黄仁勋后来长大了以后爱穿皮衣，甚至把皮衣当作个人的标志性商业穿着，是不是和小时候在姥姥姥爷家的经历有关？当时家中排行12的小妹妹罗彩秀正面临考大学需要补习，黄兴泰作为家庭教师就负责帮她提高分数。后来辅导着这俩人就产生了感情，黄兴泰也被罗家相中了。等到他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和罗彩秀成了亲，入赘罗家。黄仁勋就是在这个家世背景中出生的。这里呢还要说一个八卦，今天担任 AMD CEO 的苏姿丰也诞生在台南罗家，她是黄仁勋大舅的孙女，论起来呢是黄仁勋的外甥女儿，俩人见面应该管黄仁勋叫一声舅舅才对。这个事呢，有记者在2020年专门采访过苏姿丰，他也亲口承认了自己跟黄仁勋是二代表亲。而苏姿丰知道这件事呢，也是因为再往前几年有记者问过他，他当时是矢口否认的，但当时记者拿着他了个照片提问的，他也发觉黄仁勋长得跟自己有点像，回去问了家中的长辈才知道确有其事，主要是因为黄仁勋的大舅在家里排行老大，而黄仁勋的妈妈罗彩秀在家里排行第12，这兄妹相差了19岁。之后家族里很多人也分散到美国、瑞士等地，没有太多隔代人聚齐的机会。AMD 跟英伟达这对竞争了几十年的对手，竟然在 CEO 层面上是表亲，这只能说半个半导体行业在台湾啊。咱们继续说黄仁勋，他9岁的时候跟哥哥被送去美国，在所问题少年集中的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最初经常被欺负，天天负责刷厕所，但当他英语好了以后，学习成绩也成了全年级第1，经常帮助同学辅导功课，威信就慢慢建立起来了，没有人敢欺负他。中学阶段他还参加了乒乓球社团，15岁的时候还获得了美国乒乓球公开赛青年组双打的第3名。1980年他考上了本州的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又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硕士，然后就按照亚洲人一贯的风格，学习努力，考试成绩好，又去了一个好单位 AMD， 成了一名芯片设计师。2年之后跳槽到另外一家芯片设计公司 LSI Logic， 又做了2年的芯片研发，然后调到了销售部门。有人觉得这是职业性质的很大改变，其实在芯片行业销售岗位，那是研发岗位很自然的一种晋升途径。所有希望更高收入的研发工程师都会想法跳槽到销售岗去的。干了6年的销售，他认识了业界不少人才，其中2位来自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太阳微系统。3个人结合当年市场的风向，计划成立一家 3D 图形芯片公司。为了今后可以在游戏领域大卖特卖，这个时候的黄仁勋已经在 LSI 升到了销售主管，也有了一儿一女。很多人都劝他稳妥为上，不过他还是决定和那2个兄弟一起成立 NVIDIA， 也就是英伟达。成立那年是1993年，那是一个图形界面刚刚出现的年代。微软在1992年4月发布了 Windows 3.1， 这一版的 Windows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有了更精美的图形界面，还支持了网络功能跟多媒体功能，很多公司都在为图形加速卡下注。1993年，硅谷一共有20多家制作图形卡的公司，到了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增加到了70多家。英伟达在这些公司里唯一的优势就是早早的拿到了一大笔投资，这笔投资是他的前东家的老板帮他介绍到红杉资本200万美元。他拿着这笔钱研发出了 NV1 芯片，卖得非常不好，继续招人扩大规模，研发出了 NV2， 这次失败得更惨，根本就没能量产。到了1996年，英伟达预计照这个态势再撑9个月，公司就会破产了，于是大幅裁员，从100个出头裁到了只剩30人。1997年，破釜沉舟的 NV3 芯片终于成功了。其实这个成功当然有研发上的努力，更有大势所趋。
因为微软在1995年8月发布了 Win95，从这一版开始 ，PC 用户基本就全在图形界面下工作了。与 Win95 配合的 3D 图形标准叫做 Direct 3D， 发布仅仅1年半的时间，版本就从 1.0 升到了 3.0。所有人都看到了微软将成为操作系统霸主的趋势。什么是霸主呢？就是今后所有游戏的图形界面如何编程，都要按照 Windows 操作系统里的规范来。在 Windows 之前的主流操作系统也是微软发明的 DOS， 但由于 DOS 不是图形界面，所以一款电脑游戏在 DOS 中运行，要怎么编写图形程序，这都是各家图形厂商自己定的标准。3DFX 有自己的 Glide，PowerVR 有自己的 PowerSLG，ATI 有自己的 3DCIF。而当年凡是能提出自己图形标准的厂商，都属于实力特别强呢。英伟达在2次开发失败之后，正在踌躇间，看到了微软图形标准，这不是正好现成的吗？拿来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开发了。什么是图形标准呢？就是指导软件应该如何标准化的，给硬件下指令处理 3D 图形的一套规范。整个标准中最核心的就是定义了图形处理的流水线化作业，由顶点渲染器、光栅化、像素渲染器3部分组成。后来随着版本的更新，又添加了几何着色器。图形是这么生成的：首先从程序中读取顶点坐标，然后输入到顶点渲染引擎里，在这里进行几种重要的处理。第一是空间变换，比如说从局部到整体，从摄像机视角坐标到剪裁空间，也就是一部分视野外的会被剪掉。第二步呢，就是顶点变换，比如说人物走动的时候，各个关节坐标的变化，还有波浪的效果。还有呢，光照的计算，但那个时候只能做最简单的顶点光照，还有颜色和纹理的坐标处理。以上都处理完成之后，经过光栅化交给像素渲染器做纹理映射、光照跟阴影的处理、视觉特效、环境光效果等等，然后进入到缓冲帧，等待着显示到屏幕上。当时所有的公司都看到了这个趋势，于是只要跟上了，并且芯片性能不是太拉胯，就都能顺利的卖出2-3代产品。当时最火的是 3DFX、英伟达和 ATI， 其次呢才能轮到 Matrox、3D Labs、S3、SIS、Trident、PowerVR。所有这9家显卡厂商都在游戏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就算其中有些厂商之前开发了自己的显示标准，后来也都不得不对齐微软的标准。这种大家都能分一杯羹的局势大约维持了5年，在2000年的时候就结束了。9家厂商里的7家都退出了电脑游戏显卡的竞争。第一个退出的就是 3DFX， 它竟然被英伟达收购了。第二个退出的就是 Matrox， 它在99年的时候还推出了 G400 Max， 跟英伟达的 TNT2 Ultra， 当时打得难解难分。而 Matrox 后来转型做了多显示器输出、视频编辑卡跟医疗成像设备去了。第三个退出的 3D Labs， 先是被创新科技收购了，转型做了移动图形处理器，后来彻底退出了图形卡市场。第四个退出的 S3， 先是转型做了主板上的集成显卡，后来被 HGC 收购了，最后也退出了图形卡市场。第五个退出的 SIS， 也是转型去做集成在主板芯片组上的显卡了。第六个退出的 Trident 转型做了数字电视芯片。第7个退出的 PowerVR 转型做了移动市场，后来很久一段时间还专门为苹果电脑提供显卡。而没提到的2家，一个是英伟达，一个就是 ATI， 就是后来 PC 市场独立显卡的2霸。接下来就是他们锚定 Direct 3D 标准，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了。2001年，英伟达发布了 GeForce 3，这一代的 Direct 8.0 支持了可编程渲染管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顶点渲染引擎跟像素渲染引擎每一类数量分配多少是硬件上就定死的，比如说是3+3的配置。可有的时候会出现顶点渲染器2个没活干闲着，而像素渲染器3个都忙不过来的时候，在这一代中就可以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软件里事先就规定顶点跟像素渲染器各多少个。比如说顶点任务少，像素任务多，那就可以写成1+5的模式，这样就能更高效的把任务完成。听上去很好，但显卡上市的时候，那些游戏还都没有用 Direct 8.0 编写，于是 ATI 并没有跟英伟达拉开什么差距。
几个月的延迟之后 ，ATI 推出了新标准的 Radeon 8500，超过了 GeForce 3。接着，英伟达推出了小幅改进之后的 GeForce 3 Ti 500，又小幅超越了 ATI。1个月后 ，Radeon 又通过驱动优化反超了 GeForce 3 Ti 500。2002年，英伟达推出了 GeForce 4系列，尽管 GeForce 4 Ti 4800性能很好，但这次让英伟达大获成功的是这一代定位中低端的 MX440。当时英伟达采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它只卖 GPU 核心给各显卡厂商，至于显存怎么配，完全由厂商说了算。所以从128兆的显存加128比特高带宽的，再加上高频率的显存，这是最高规格。到最低规格就是64兆的显存加上64比特比较低的带宽，再加上低频的显存，都有搭配，都有生产。最好跟最差的性能相差了1倍以上。但他们的价格呢，大都坐在400到800元之间。买电脑的人总要配一张显卡去玩游戏，几百块钱的 MX440 却能基本流畅当时绝大部分游戏，比如说 CS、三角洲、红警2，还有各种网游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会儿又赶上了网吧崛起，所以这张卡大卖特卖。ATI 晚半年推出的9700 Pro 性能虽然可以大幅超越英伟达的旗舰型号，但发热实在太高了。反而是9550这张中低端卡被玩家选中了，因为它只要稍微超频就能赶上9600的性能。如果散热再加强一些，再刷一个 BIOS， 就能变身成性能更好的9600 Pro。这张500块钱的卡就可以直接打赢英伟达那边售价1000块钱出头的卡了。其实那个时候显卡份额最大的就是英特尔，70%的电脑里完成显示功能的都是英特尔 CPU 或者主板芯片组内置的显卡来完成的。那些花钱买独立显卡的人但比很少，英特尔也没有把独立显卡厂商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没想到后来英伟达的市值竟然超过了英特尔的6倍多。而另一家厂商 ATI 被 AMD 收购之后，市值也超过了英特尔。明天呢，我们继续来说英伟达2002年之后的历史。